过去2个月，我们还在为如何称呼她而争论不停，到底该称她为李珍秀女士还是李珍秀委员？台湾社会没有达成共识。随着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提名人李珍秀遭到开除党籍，这场中配参政的政治风暴终于落幕。然而，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这不只是一个称谓的问题，更是一个涉及台湾宪法、国籍法、两岸条例，甚至国家安全的法律与政治战争。2024年大选前后，台湾政坛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中配参政争议。从最初引发热议的徐春英，到后来递补顺位上的李珍秀，这2位女性的名字，不仅让民众党深陷争议，更让台湾法律体系的漏洞暴露无遗。中配参政权究竟是保障新住民参政权的里程碑，还是国安防线的崩溃？为什么放弃中国籍这件看似简单的事，会演变成一场解不开的宪政僵局？这场争议的起因来自民众党的不分区名单。第一位主角是徐春英，她曾是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，也是民众党前新住民委员会主委。在她被传出列入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名单时，立刻遭到强烈质疑。争议点在于她过去在中国的背景，以及她是否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干部。虽然徐春英极力否认，但最终在舆论压力与法律疑虑下，她选择退出名单。但问题没有因此结束。随着民众党实施2年条款，原本在名单后方的李珍秀递补进入了立法院。李珍秀来自中国湖南，30年前因婚姻搬到台湾，2024以政治素人的身份获民众党提名不分区立委。2026年2月经由递补，成为中华民国第1位中配立委。然而，在他准备上任前，内政部与陆委会抛出一枚震撼弹。根据国籍法，公职人员不能有双重国籍。李珍秀至今未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因此不具有立委资格。我们要讨论的是，中配到底有没有双重国籍？因为在李珍秀这一案，台湾的法律打架了。首先是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，根据这条法律，中配只要涉及满10年，就有参政权，可以登记为候选人。李珍秀显然符合这个条件，所以他才能出现在候选名单上。但第二关是国籍法第20条，这条法律规定，中华民国国民取得外国国籍时，不得担任公职，如果已经担任，必须在就职前办理放弃外国国籍。民众党与李珍秀主张，根据宪法征收条文，中国大陆不是外国，而是大陆地区。既然中国不是外国，哪来的外国国籍可以放弃？他们认为，只要依两岸条例注销中国的户籍，就算完成法律义务。内政部强调，担任立委必须对国家绝对忠诚。国籍法的意旨是防止公职人员有双重效忠的问题。不管你称呼对岸是大陆地区还是外国，只要你还拥有对方的国籍，就不能就职。不过，这就是最吊诡的地方。政府要求李珍秀提出放弃中国国籍证明，但中方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是国家，怎么可能开证明让他当我国立委？除非李珍秀还持有他国护照，否则很难申请放弃国籍。这就像是一个22条军规，你要就职就得放弃国籍，但你要放弃国籍却没有门路。这场争议还涉及到了另一个严肃的层次，国家安全。立委拥有审查预算、接触国家机密的权利，包括潜见国照、国防采购等敏感资讯。最近，徐春英被检方以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。起诉书披露，中共统战系统企图透过徐春英及其他中配，将中共意志植入台湾国会，争取政治话语权。另外，起诉书还指出，在徐春英因舆论压力退场时，中方曾试图探寻李珍秀的接班情况。徐春英案显示了
中共对中配团体的介入和利用，甚至有一条高度组织化的指挥链，这让中配参政的议题从法律层次的国籍争议，直接升级为代理人的政治指控。如果一位立委在中国仍有家属，或是在法律上仍被中国视为国民，那么他是否会成为中共统战的破口？如果中国政府以你能是中国国民为由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》对其施压或要求履行配合情报工作的义务，这位立委该如何自处？李珍秀案将台湾推向了一个宪政僵局。如果李珍秀因国籍争议导致资格未厘清，行政官员拒绝其质询，这是否违反了两岸条例赋予他的权利？但如果行政官员违反国籍法答询李珍秀，那以后所有双重国籍的人是否都能以此为借口，不放弃外国籍就当官？这对其他必须放弃原国籍才能参政的新住民公平吗？不过，关于李珍秀身份资格的僵局还未解开，民众党内的政治风暴先取而代之。2026年4月13日，李珍秀因违反党纪问题，遭民众党中评会开除党籍。随着党籍消失，不分区立委的身份也跟着丧失。李珍秀、许春英之乱，虽然随着李的开除暂告一段落，但它引发的双重国籍法律争议依然是台湾宪政的悬案。它掀开了台湾长期以来假装两岸关系很清楚的遮羞布。我们在法律上将大陆视为地区，但在国安实务上，它却是最大的敌对势力。如果国籍法不针对大陆地区的国籍处理方式进行明确修正，未来类似的宪政僵局与国安疑云务必会一再重演。